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万人热议主演王一博落选白玉兰，杨紫古偶入围，评论区炸开锅。白玉兰奖再度来袭，提名榜单甫一揭晓便引发网络热议，霸占热搜榜单。有人因偶像入围而欢欣鼓舞，亦有人因偶像未能入围而心生遗憾。在这方面，王一博的粉丝群体尤为不满，同为高人气艺人，杨紫已获视后提名，而王一博却未能取得同等成就。在追风者中，尽管王一博担当主演，但在与王阳的竞争中却未能脱颖而出，遗憾错失最佳男主角殊荣。王一博未能入围白玉兰奖，激起粉丝广泛不满，众多拥趸纷纷向片方和主办方表达抗议之声。若追风者未能提名男主，亦属情理之中，毕竟年度佳作如云，偶有遗漏亦属常态，此乃影视界之常态。问题在于追风者确实获得了提名，但提名并非针对整部影片，而是聚焦在最佳男主角这一单项上。而这个殊荣的候选人，正是扮演沈图南的演员王阳。即便未观剧集，单从演职员名单的排列便一目了然，王一博无疑是本剧的主演。这一安排让不少粉丝倍感困惑，流量明星真难上台面，主办方偏爱资深艺术家。然而，有趣的是，杨紫这位曾经的流量明星，竟也荣获了最佳女主角提名。粉丝们难以接受的是，王一博究竟有何不足？为何他总成为被针对的对象？白玉兰奖是否存在地域偏见？归国后的王一博是否不配角逐奖项？虽然王一博未获提名或有遗憾，但王阳荣获提名实至名归，完全符合白玉兰奖的评选标准。关于白玉兰奖与王一博的争议，许多声音指向奖项可能刻意避开他。然而，白玉兰奖的本质在于从众多参赛者中筛选出优秀的提名者，而非针对任何个人进行取舍。换言之，若在报名名单中未出现王一博的名字，白玉兰奖即便有意选择他，也无可奈何。随后，矛头又转向了启蒙影业与如意影业，众人纷纷指责其未能给予王一博应有的提名认可。显然，启蒙影业并非合格的提名单位，其身份与提名规则相悖。对于这部联合出品的影片，爱奇艺与电视台无疑是主导力量，总出品人并非这两家公司的一员，因此，关于是否邀请王一博，启蒙和如意两家公司并无最终决定权。粉丝意见正常，但无理指责只会给偶像抹黑，这样并不明智。王阳同样满足提名条件，他在追风者的宣传中与王一博一同被突出展示为领衔主演，充分展现了其重要角色地位。主演同等重要，王阳与王一博的热度差异不应成为待遇差别的理由，应一视同仁。考虑到参选人员存在多样性，王一博和王阳都有资格参与评选。然而，在最终决定时，评委更偏爱王阳，因此他成为了最终的选择。最佳男主角的评选并非简单看谁是主角，王一博的角色固然是影片核心，但王阳作为领衔主演同样不可忽视，其表现同样精彩。粉丝或许对白玉兰评委的审美有所保留，但追风者的提名绝非幕后操控，更非故意埋没王一博之才。有人质疑王一博因资历尚浅，年轻便参与评奖颇具挑战，然而杨紫为何能轻松胜任？王一博的谍战佳作与杨紫的古装偶像剧相比，真的就逊色了吗？杨紫的提名无疑传递出了一些深层含义，这可以视作一种顺应时势的积极信号。古偶剧长久以来被视作难登大雅之堂的消遣之作，其选角亦多局限于当红流量明星。众多古偶剧演员与导演似乎陷入了半松懈的境地，既然评委并不青睐我们，只要我们的粉丝喜爱就足够了。
古偶被粉丝经济束缚，形成不良循环。但不容忽视的是，它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。近年来，古装汉服的热潮并非源自考古新发现的一夜蹿红，而是古装偶像剧推动下的复古风潮功不可没。这股潮流的兴起，离不开这些剧集在荧屏上的精彩演绎，引领了公众对古代服饰文化的关注和热爱。作为国剧三大殊荣之一，它依旧承载着深厚的社会责任感。为避免这一剧种走向衰落，我们仍需给予其充分的鼓励与支持。《长相思》里，杨紫的演技确实亮眼，让人难以忽视。因此，我们选择她作为此次的焦点人物。从杨紫开始，古装偶像剧或将迎来一股清新的春风，焕发新的生机。总的来说，今年白玉兰奖的提名名单依旧合规，不过说到遗憾，最佳男配角这一奖项恐怕更为突出。今年白玉兰奖《繁花》荣登巅峰，斩获9项提名，可谓硕果累累，堪称提名界的全面霸主。许多人认为，若非白玉兰奖规定每剧每奖仅可提名1人，马伊琍、唐嫣、辛芷蕾3位演员均有机会获得提名。然而，白玉兰奖的评选规则通常只聚焦于一部作品的一位演员，这导致众多在剧中表现亮眼的演员遗憾未能获得提名机会。爷叔角色由游本昌精彩演绎，他无疑是最让人扼腕叹息的遗珠。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，游本昌都绝对堪称最佳男配角的典范。谈及演技，游本昌老师完美诠释了爷叔一角。无论是初期作为阿宝的灵魂引路人，还是后来成为宝总的得力助手，甚至在最后关头展现出的城府，都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游本昌老师对角色的诠释极为精准，无论是角色的不同时段，还是面对各异人群，他都能将其状态演绎得栩栩如生，堪称惊艳绝伦。创新简洁版，此次董永担当提名者。他在影片中精彩演绎了范总一角，董永的演技诚然精湛，特别是在诠释范总这一角色时，展现了不小的突破。然而，相较于游本昌的演绎，似乎仍稍显稚嫩，火候略逊一筹。关于游本昌老师是否主动放弃了评选，或是其他何种原因，最终的提名名单中并未显现其身影，这一事实令人不禁疑惑。这并不意味着游本昌老师与白玉兰奖彻底无缘。对于他这样的功成名就的大师而言，这些虚名早已不再是其追求的目标。诸多资深艺术家皆甘愿放弃奖项角逐，以机会赠予年轻后辈。若游本昌能跻身提名之列，那么最佳男配角奖无疑是毫无争议且众望所归的荣誉。不提名也许正是白玉兰奖别出心裁之举，意在表彰游本昌老师的卓越贡献。既已荣获终身成就奖，便无需再与年轻演员角逐男配奖项，此举更显对老一辈艺术家的尊重与肯定。本届白玉兰奖极可能成就大满贯壮举，繁花一举斩获9项提名，囊括最佳电视剧及最佳导演等重磅奖项。更有视帝视后双双入围，实力备受瞩目。繁花在各大奖项中均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实力，特别是在最佳电视剧的角逐中，尽管竞争激烈，但这部作品因其独特性与高质量，被誉为不可多得的佳作。繁花在视听语言层面展现了极致的灯光运用与构图设计，堪称一部佳作，收视成绩亦颇为亮眼。胜利在望。谈及最佳导演，自是不言而喻。虽时有电影演员跨界电视剧之谈，但电影导演涉足电视剧领域确实属罕见。特别是像王家卫这般享誉国际的大导演，更是屈指可数。在技术维度上，王家卫展现出了卓越水准，堪称同期剧集的标杆，无疑大幅提升了整体制作质量。在众多导演中，王家卫凭借《繁花》独树一帜，
这部作品极有可能是他的电视剧收官之作。因此，无论从情感还是理性角度看，他都是此次奖项的热门候选人，有望再次斩获殊荣。对于事后，无需多言，同为当红小花，杨紫仍困于古装言情戏码，而唐嫣已在《繁花》中自我超越，成功实现演艺风格的蜕变。与唐嫣角逐的周迅和闫妮均曾获事后殊荣。在影视奖项角逐中，除非实力悬殊，主办方常倾向扶持未曾获奖的新面孔。唐嫣斩获事后，实乃天时地利人和之作。相比之下，胡歌作为男主角面临的挑战似乎稍显突出。胡歌巧妙避开了粉丝众多的王一博，却不得不直面演技精湛的范伟的挑战。胡歌在《繁花》中的表现堪称出色，但宝总这一角色更侧重于内心世界的深度刻画。从演绎层次与震撼效果来看，胡歌的表演与范伟在《漫长的季节》中的精彩演绎相较，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。在《漫长的季节》中，范伟生动地演绎了中年男人的坚持、平凡准下岗工人的无奈，以及绝望父亲的挣扎，将前后强烈的反差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范伟老师的演技可谓游刃有余，每一段表演看似平常，却难以找到明显的亮点来赞美，然而同样难以发现任何瑕疵。范伟老师的表演浑然天成，无丝毫刻意之痕。胡歌同样演技卓越，然因角色特质迥异，加之《繁花》剪辑与灯光技艺高超，致使其在演技评审中略显劣势。尽管王一博未能跻身白玉兰提名名单，略显遗憾，但王阳的提名无疑符合白玉兰奖的评选标准，同样值得肯定。相较于奖项的多少，演员真正追求的是能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。毕竟，无论是金杯还是银杯，都比不上观众们的真心认可与好评。若王一博能深得观众心，即使没有奖杯加冕，他也早已是众人心中不可撼动的王者，无需外物证明。纵观今年的局势，追风者似乎难以脱颖而出，而在4大奖项的角逐中，《繁花》仍旧是最具竞争力的佳作。提名杨紫参与古偶评选，不仅是对她个人实力的认可，更是对古装偶像剧创新发展的积极支持。尽管杨紫凭借这部剧摘得事后桂冠的道路不易，但这无疑昭示了古偶剧早已跃升，不再局限于昔日的网剧范畴，而是蜕变为备受赞誉的主流大剧。那你心目中哪部电视剧堪称本年度的佳作翘楚呢？